大家好，我是德佳。上一集我们讲完了 specify 和 clarify，那这一集我们就把 spec key 剩下的流程都做完，也就是 plan、text、analyze 和 implement。那接下来要做 plan。那 plan 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在后面接一个 argument，补充一些技术细节，比方说我们想要 clean code，或者样式希望用 Tailwind 来处理，又或者我们不希望它去写测试，就是完成功能就好。那我们这边就简单一点，呃，样式编号是用 Tailwind。那后面不接 argument 也没关系，那它也是会正常去跑。好，那它这样就跑完了，那它会去新增这些档案。那主要是这个 PlanND，它会告诉你它打算怎么去实做。那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了 Tailwind，那我们看看它的技术细节是怎么描述的。这边它有讲 Tailwind first，所以它会优先使用 Tailwind 来处理。那它这边打算怎么做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打算把最新消息的页面写在这个路径，然后他说他会做一个 component，那打算就是之后会一直复用这个 newscard。Spacey 很贴心，它最后都会告诉你下一步要做什么。那我们下一步就是要用这个 task 来去拆分任务。那后面是不接 argument 的，好，下去跑。好，跑完了。那他说总共会分成17个任务，然后一步一步下来。那一个 phase 可能会有多个事情在做。那我们来看一下 task。那他说 phase one 会先做一些 set up，那 phase two 会做一些基本的事情，像是他会先放一些 sample 在这个 data array。那 phase 三就让使用者可以到这个网址。那在 Phase 三，它这边有很多项任务在做，T003、T014一路做下来。好，那重点就是说，他把要做的事情仔细拆成一个又一个任务，那会一个一个做下来执行。那有一些它可能可以平行处理，就比方说9跟10可以同时一起做。那下一步我们可以直接 implement，它就会直接去执行这些任务，把 code 写出来。那我们也可以用 analyze 这个指令去检查一遍它有没有遗漏的地方，或者提早去发现问题。那 analyze 这个指令它是在 task 之后用 implement 之前。好，那我们先 analyze 一下。好，那他有发现一些问题，那有整理在这个 table。那这个 severity 就是严重程度的意思。那他有说是哪一个分类？那这边可能说就是和宪法有冲突，然后是位在哪一个档案的哪一个位置。那他这边主要是讲说，像这些细项有没有 task 去做。然后再来就是检查有没有去符合我们的 constitution。然后他建议我们下一步可以去做什么。那有问题的地方，我们一样就是可以直接下 prompt 请 agent 去改，或者你可以看它是在哪一个位置，然后
如果你有想法的话，也可以手动去改这样。那终于到了最后一步，我们下 implement 让它去实做。那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任务一个任务做下来。那它第一个完成了，就是会划掉。那这样就跑完了。那我们回到 test 的 ND。那之前这些 HR bus 它没有勾起来，现在它完成了，就是打一个叉叉，就是完成了。然后它这边有一些 summarize 说都完成了，然后做了什么。那主要是做了这两个档案，加了一些东西。那我们来看它改了什么。这个配置，它是加了一个新的页面。那这边就是一些 sample，就是把资料写死在前端，没有经过后端或者 DB。那就是一个示范网页。那这边 layout 的话，他说只改了一行，那就是改这个，把这个 URL 加进去。好，那我们看它实际做出来成果长什么样子。在最新消息这边，看起来是蛮完整的。虽然说资料不是写在 DB，但是如果是你要很快 demo 一个成果的话，这样应该是不错。然后按下去会展开有一些详细资讯。然后它还有做一个功能追踪粉丝专页，然后网址也是对的。那到这边 Spacey 完整的流程就已经做完了。我们利用了前面几个步骤，完整的实做了一个 feature。那接下来就是提醒大家，就是随着我们的 feature 越做越多，我们的 constitution 可能就会离我们的专案实际情况越来越远。那这个时候你就是记得要去更新我们的 constitution，那就是记得在下一次这个 constitution 的指令，让它重新跑一次这个宪法，这样可以避免就是我们的 constitution 离真正的情况越来越远。那之后你要做新的 feature，做跟实际情况不符，那可能就是会比较会有状况。那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专案一开始做出来，应该不会一开始就做一些登录验证的功能。那登录系统通常是一定要做的。那我们可能就会简单做一个 JWT 验证系统去保护我们的前端页面，还有后端 API。那如果一开始 Constitution 它没有去考虑 JWT 的话，那你之后做完这个 JWT，然后要新增一个 feature 开发一个 API，那它可能就会少考虑，就是帮你的 API 前面少加一个验证的装饰器，那就会做错。那记得就是功能越做越多的时候，记得要去更新宪法。那 HSND 也是一样的，就是你这个专案越长越大的时候，是需要去更新它。那更新的方法就是用自然语言说，请帮我重新更新这个 HSND 就好了。那 HSND 是否这整个专案？那任何的 Vibe coding 工具都会去吃它，包括就是 Cursor、Cloud、Copilot 这些。那 Constitution 它是否这个 Spacey 这个工具这样。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下一集我们来讲在同一个专案内，我们要怎么让 Spacey 就是可以让多个 Vibe coding 工具使用。因为在实际开发中，我们应该不会只想用一个 Vibe coding 工具，可能会想用 Cursor 又想用 Cloud Code。那都希望他们可以去使用 Spacey。那常见的情况就是 Cursor 拥有良好的 IDE 开发体验，
但是 Cloud Code 又是 Vibe Coding 工具里面的标杆，它通常会有比较新的功能可以使用。那下一集我们就来讲 Spacey 在多个工具中使用的方法。我是哲嘉，我们下次见。